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看每日一题，题号是547 Number of Province 省份的个数。今天是一题很经典的图论的考察题它题目给我们 n 个城市，城市之间彼此可能相连，可能不相连。假如两座城市 A 和 B 有相连的话，那就会有一条边表示；那假如不相连的话，就是没有边。然后题目还要给省份的定义，省份的定义就是一组相邻的城市所组成的集合。以第一个范例来说，它给我们3座城市，第一座城市和第二座城市相连，然后第三座城市是孤立的，也就是说第三座城市没有途径抵达第一座城市和第二座城市。那省份个数是多少呢？省份个数就是相连城市组成的子集合，所以1、2是相连的嘛，所以城市1和城市2组成第一个省份。那3号城市因为它是孤立的，是落单的，所以3号城市自己要构成第二个省份，所以最后的省份个数就是2。那题目说它会给定我们一个 n 乘以 n 输入的方阵，那这个方阵会用连通矩阵的形式表达。假如这个矩阵的 ij 等于代表第 i 个城市到第 j 这个城市是相连的，也就是互相有一条边指向对方。那假如相反，假如连通矩阵 ij 等于，那代表这两座城市 i 和城市 j 彼此是没有联系的，就是没有途径抵达对方。那最后要求反馈总共有多少个省份？好，那范例1刚刚我们看过了，那我们来再仔细看一下它给定的参数形式。它给定的参数刚刚已经讲是连通矩阵，而且是一个方阵，所以第一组资料就会对应到第一座城市，所以第一座城市和自己相连，所以1和1相连，然后1和2相连，然后1和3没有相连，所以1、3是0。然后看第二组资料，第二座城市和第一座城市相连，所以这边是1。第二座和第二座城市本身又相连，所以这边是1。第二座城市和第三座城市没有相连，所以这边是0。然后看第三组资料，第三座城市和1不相连，所以这边是0。和2也不相连，所以这边是0。第三座城市只和自己相连，所以最后给一个1。然后范例2，范例2它是3座孤立的城市嘛，所以第一座城市、第二座城市、第三座城市两都不相连，所以1、2不相连，1、3不相连，2、1不相连，2、3不相连，3、1不相连，3、2不相连。每个城市都只有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全部的省份数目就是1、2、3。1号是自己一个省份，2号城市自己一个省份，3号城市自己一个省份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约束条件。约束条件，输入的 n 大于等于1，也就是最少会有1座城市，最大可能会有200座城市。所以从这边推敲，它的城市的数目是还好，但是边的数目可能会有很多，就是相邻矩阵可能会很大，因为相邻矩阵是方阵嘛，所以最大可能到 n 乘 n，也就是输入矩阵会是一个200乘以200的大小，代表它们相邻的关系，背后代表就是 edge 的关系。然后相邻矩阵 ij 只有2种可能，一代表相连，0代表不相连，代表彼此没有途径抵达对方。它这边有个特殊定义，当2个下标都是 i 的时候，也就是相邻矩阵从自己访问自己，那肯定可以到达，所以这边他写一个1，这边有一个特殊的定义。然后相邻矩阵 ij 会等于相邻矩阵 ji， 这个定义也很合理，因为假如 A 城市可以到 B 城市，那反过来可以说 B 城市也可以到 A 城市，所以这是代表图上的边都是无相边，也就是没有指向性 ，i 可以到 j， 就代表 j 也可以到 i。那我们可以怎么讲这一题呢？那其实这一题的暗示性也很明显，它在范例中都把城市的关系当成点和边的形式来表达，所以这一题我们可以很直觉的反映到，可以用图论的演算法来解。那用图论的演算法来解，最常见的就是2种，一种是深度优先拜访，一种是广度优先拜访。那以这一题来说，其实2个都可以，而且2个都非常好写。那我们就来试着用图论演算法来解这2个范例。第一个范例呢，它给我们3座城市，1、2相连，然后3是孤立的。那我们可以怎么解这个题目？其实我们可以从1号城市开始拜访，然后试着拜访它全部相连的所有城市。那最后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就形成一组省份嘛。对2号也是同理，对3号也是同理。所以当1号出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拜访到2号。那2号可以再拜访到其他城市吗？已经没有，因为1号刚刚已经拜访过，那2号和3号都不相连，所以这边已经是全部的极限。所以当第一次拜访结束的时候，他们形成的这个子集合就是第一个省份。也有人讲这是一个图上的连通元件 （connected component），彼此是两相连的。那下一次开始探索的时候，就会从3号开始。3号有别的可以相连的城市吗？没有，所以像3号探索很快就结束了。
最后3号这边也形成一个身份，所以这是第2个身份。那最后返回答案就是我们有2个身份，分别是1号身份是有包含城市1和城市2，2号身份包含第3座城市，所以最后返回答案就是2，就是2。那下一个例子呢？下一个例子倾向是一个简单解，因为每一次开始探索的时候，一马上就结束了，因为一没有和别人变相连，所以这个就是第1个身份。然后接下来2探索的时候，2也是落单的，没有别的身份相连，所以也是马上就结束了，这边就是第2个身份。那3号呢？3号同样道理，3号和1号没有相连，和2号没有相连，所以3号探索也很快就结束了，所以这边是第3个身份。那最后答案有几个？最后答案就是有3个，分别是第1个身份是第1座城市，第2个身份是第2座城市，第3个身份是第3座城市。那因为这2个范例都比较小一点，那我们试着造一个比较大的例子，然后从中来看图论演算法、拜访的顺序，还有如何找到所有的身份。以这个例子来说，这是一个7座城市的图，对，代表有7个城市，然后彼此相连的关系就如这个图上的边所表示一样。那我们可以从1号开始拜访，从1开始拜访的时候，1可以走到2嘛？那2可以走到谁？2可以找到3和6，所以2可以再找到3，可以再找到6。那还可以再往下拜访吗？不行，因为3和7、4、5都不相连，6也是，6和7、4、5也不相连。1、2刚刚已经拜访过，也不用回头走，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已经找到一个连通元件，也可以讲成是一个 connected component，这边就会是第1个成分。那第2个成分呢？第2个成分因为刚刚1号、2号、3号、6号都拜访过，那现在号码最小的是4号，所以我们可以从4号开始拜访。4号开始拜访的话，4可以往外走到5嘛，4也可以往外走到7嘛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城市？没有了。5还需要走到7吗？不需要，因为7刚刚已经拜访过。反过来说，7需要拜访5吗？也不需要，因为刚刚4已经拜访过。所以最后整个探索结束的时候，就会造出第2个身份。第2个身份里面就是第4座城市、第5座城市和第7座城市，所以最后答案输出就是2。第1个成分是1、2、3、6所构成的，第2个成分是4、5、7所构成的。那到这边我们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思路，就是我们可以把题目的输入转成是一张图。所以今天整个演算法核心精神，也就是重点，是把输入转成一张图，然后每一座城市对应到一个节点，然后每一个相连的关系对应到一条边，然后每一个连通元件，也就是每一个互相可以拜访到的子集合，对应的就是一个身份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寻找身份的问题转成图论中的连通元件的问题。所以最后整个核心思想都有，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的演算法设计。一开始已经提到，我这边再重点提示一次，题目的输入已经是给一个相连矩阵，是一个方阵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相连矩阵。这一题比较好写，就是因为它已经把相连矩阵给我们了，我们不需要再重新建造一次，把题目里面的程式转化成图上的一个节点，把题目给定的相连关系转成图上的一条边，那最后全部省份的个数就是相连元件，也就是 connected component 的个数。OK， 那演算法就是把输入 is connected 视为相连矩阵，因为它已经造好给我们，我们就不需要重新建造。接着用深度优先或是广度优先拜访整张图，然后去计算连通元件，就是 connected component 两相连的组成一个身份。那最后 connected component 的个数，也就是最后连通元件的个数，就是我们的身份个数。那一开始我们就来看深度优先的写法。深度优先的写法很简单，一开始计算矩阵的大小，矩阵的边长就会是我们城市的总数目。假如计算出来为 n， 代表整张图最多有 n 个城市。那假如一个城市的话呢，这边有个快速的简单解，一个城市那也只能组成一个成分，因为整张图就只有一个节点嘛，所以只能只有一个成分。那假如不是简单解是通则，通则就遇到刚刚的转化关系，把每一座城市分成是一个节点，然后把相连的关系当成是一条边，两相连。接下来把输入的 is connected 当做我们的相邻矩阵。接下来就是用深度优先拜访每一座城市。当起始点进来的时候，把起始点标记成拜访过。接下来探索起始点的每一个邻居。那它假如相连的话，而且邻居没有被拜访过，就把邻居放到深度优先的参数，一直反复递回呼叫。那最后呼叫结束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形成一个身份。所以最后的写法就是建造一个计数器，从0开始数，然后从最小的城市编号开始拜访。假如这个城市没有被拜访过，
就从这个程式开始深度优先探索，把和这个程式有路径相连的都找出来，最后就形成一组身份，也就是一个连通元件，把这个计数器加一，那全部最后迭代完就是我们身份的个数。那广度优先也是同理，广度优先一开始一样会是一个边界条件的检查，假如输入的参数只有一座程式，那最多也只会有一个身份，最少也是一个身份，所以这边快速的返回答案。那通则都跟刚刚一样，把程式转化成图上的一个节点，再把相连关系转成图上的一条边。接下来这边是用广度优先，想到广度优先就会想到探索 Q， 探索 Q 里面就是放起始点，现在起始点的位置进来，把起始点标记成拜访过，接下来就用 BFS 探索 Q， 一层一层往外探索，每次从 Q 里面拿出一个程式，拜访这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邻居。假如邻居还没拜访过，而且邻居和现在这座城市相连，就把邻居加入拜访过的集合里面，并且把邻居加入下一层拜访 Q， 一直反复迭代，最后整个广度优先探索完，自然也是建造出一个身份。所以最后的呼叫跟前面也非常像，一开始是一个计数器，计数器从零开始数，从最小的城市开始拜访。假如当下这个城市没有拜访过，就从这个城市开始广度优先探索，把全部有路径相连的城市都走过一遍，最后就会找出一个连通元件，也就是一个省份。所以这边省份的计数器就在加一，那最后的答案自然就是这个计数器的答案。好，我们这边快速的提交原始码，我们这边就用广度优先来做示范。好，没有问题，也是通过。那其实还有第三种，也当做这边今天的小彩蛋的演算法。第三种我们可以用到离散数学里面或是资料结构里面介绍的 Union Find。中国有人是讲并查子，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资料结构来帮助我们寻找身份。怎么说呢？以刚刚这个范例为例，一开始我们要从1号拜访嘛，1号拜访，然后走到2号的时候，因为1、2是相连，所以这时候可以把2 merge 到1号这个 disjoint set 里面，然后2又可以走到3，所以3又可以并到2这个子集合里面。不过刚刚2已经并入到1了，所以3经过查表可以直接并到1的子集合，所以3也会并到1这个子集合。那2又可以走到6，所以6也可以合并到2号这个子集合，但是2刚刚已经合并到1号了，所以6最后可以查表直接合并到1这个子集合。那还可以再往下探索吗？已经探索到极限了，所以最后形成的第一个身份就是1326这个子集合。那下一次呢？下一次从4号开始探索，那4号连到5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5号变入4号这个子集合。接下来5号就可以探索到7号，那刚刚5号已经并入4号了，所以7号可以快速的经过查表，知道5号的源头是4号，7号最后可以直接并入4号。那还可以再探索下去吗？也已经到极限了，所以最后探索结束之后，就会造出第二个身份。最后身份的个数就是图里面互相连通的子集合个数，也可以讲是连通元件的个数，就是蓝色的地方是第一个身份，蓝色是第一个身份，绿色这边是第二个身份，所以最后的返回答案就是我们最后的身份序列。那这边可以快速来看一下我们的实现原始码。第三个是用 Union Find， 也就是并查子这个数据结构。那它的两种操作，就是一个是寻找布节点，就像我们刚刚提到，你每次在合并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向源头合并，所以这边会返回这个节点当下的源头是谁。然后第二个是 Union， 可以想成是合并函数。进来两个节点的时候，我们会先找出这两个节点对应的源头，假如源头相等，表示它们已经在同一个子集合内了，就可以直接离开，不需要合并。那假如源头一的 size 比较大，那我们就把第二个合并到第一个，因为这样可以让整颗数变得比较扁平，搜寻的效率会比较快。那假如反过来呢？假如反过来是2的 size 比较大，那就会走到下面这条路径，就把比较小的1合并到2，把2当做源头。那最后的写法也很简单，一开始有 n 座程式，每一个程式的源头一开始初始化是指向自己，然后一开始初始化的尺寸大小是1，因为每个程式里面初始化的节点就是自己这个元素，所以就是1。接下来扫描过每一组配额，假如 i 和 j 可以相连，也就是 i 有一条边可以连到 j， 而且 i 的源头和 j 的源头不相等，这时候就把 ij 合并，把 ij 合并就相当于我们这边蓝色箭头和绿色箭头的操作。那最后合并完的时候，把合并的计数器加1，最后的总身份个数就是全部的程式减掉合并的次数，因为每次合并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子集合并入另一个比较大的子集合，所以把合并过后的程式扣掉，就是我们的身份个数。以这个例子来说，一开始有7座程式，被合并的有谁？被合并的有2、3、6，
所以这边会减掉3。那以第二个省份呢？第二个省份一开始是4，被合并的有谁？被合并的是5和7，所以这边会扣掉2。所以最后答案就会是7减掉3是第一个省份被合并的，减掉2是第二个省份被合并的，最后答案就是7减掉5就是2。所以整个省份数目就是2，也就是这个并查集 Union Find 演算法的精神。好，最后我们来快速测试和比较整份程式。好，这边也是一个非常高效到 PR95的算法，那空间上是 PR40，所以这个算法其实比前面2个算法来说效率上高了不少。最后我们来分析复杂度，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可以怎么写？以图论来说，拜访整张图就是 big OV 加上 big OV，就是全部的点的数目加上全部的边的数目。那点的数目已经定义好是 big OV 了，所以这边直接写过。那一最多在稠密图的时候，最多是 big OV 平方，也就是这2个城市之间，或是任意2个节点之间都有边相连，所以这边就是 big OV 平方。那相加会取大的 v 这边是1次，后面这个是2次，所以最后比较大的这个2次，所以以时间上来说，复杂度就是 big OV 平方。那空间呢？空间的话，就是对应的递回呼叫深度，或是广度优先探索距的大小，或者是 Union Find 并查集的集合大小。那最大就是每一座城市都拜访过，也就是每个节点都拜访过，所以最后最大成本就是 big OV。以上是这题的分析与讲解。假如还有想要讨论或发问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习的算法和解题的同学与朋友。最后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那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喽。